在吃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好看。我选择这一罐，使用软磷脂把它均质化。你比较想要吃哪一瓶燕麦奶？大家好，我是芬姐。最近做燕麦奶，有些朋友呢就问我说，燕麦奶做完了以后会沉淀啊，怎么办呢？那各位来看看，这是我刚刚呢煮完的燕麦奶，我用电锅煮那我发现电锅煮呢可以省很多时间。那煮完出来确实很多这种沉淀，而且在吃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好看。那我用汤匙。我现在虽然把它搅匀了，但是一下子它又会沉淀了。那今天呢，要教大家怎么把这些沉淀物均质化。均质化呢，就是让这些沉淀物跟我们的这个燕麦奶的水的部分呢，整个混合均匀，好，就不会有这种混浊的这种悬浮物。那就算它沉淀下来，也不会像刚刚你所看到的那个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先把它装成3瓶。那等一下可以做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。这3个瓶子呢都已经消毒过了哈。那我现在把它装起来，因为非常烫，我不太敢用倒的哈，怕危险。加热过的燕麦奶呢，比较保存的时间也会比较久。这个燕麦奶怎么制作呢？各位可以参考我们那个燕麦奶 DIY 那部影片。好，那因为以前就拍过了，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了。好，那关于这个网友问的这个会沉淀的这个问题呢，芬姐呢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可以避免让它沉淀。其实呢，燕麦本身也是有油脂的，那再加上我们在制作燕麦奶的时候呢，有加一些水，所以呢，其实油跟水它们是不能够融合在一起。加上我们这个燕麦是有这个大分子的颗粒的物质，所以呢，它们久了就会发生沉淀。那我们怎么样解决油水分离的问题呢？那就要乳化它。那乳化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油，它呢就是像篮球一样大。那它如果这么大的话呢，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混合很均匀。乳化呢，就是把它切成50颗乒乓球。变成好几颗小块。对，所以呢，水就比较好把它溶掉，这就是乳化的概念。生活的运用上面，美乃滋沙拉酱，它就是呢油还有醋这2样东西去混合，擦在脸上的或者擦在皮肤上面的这个乳液，主要也是油跟水2样东西去混合在一起，添加了这个乳化剂，就是把它混合。那乳化剂有分成天然的跟化学的。天然的乳化剂呢，就最简单就是蛋黄，还有软磷脂。那软磷脂呢，在蛋黄可以萃取，在大豆也可以萃取，向日葵里面也可以萃取。好，那我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这3样。我们要选的是向日葵的软磷脂，出来吧！这就是我们的向日葵宝宝，向日葵软磷脂。向日葵软磷脂给大家看。鸡蛋黄的软磷脂呢，它会有一股蛋味。你觉得在我们燕麦奶里面出现鸡蛋的味道，你喜欢吗？你不喜欢？好，大豆也会有一股豆腥味。大豆的话，因为有蛮多基因改造的问题。好，那向日葵软磷脂呢，就是我选择这一罐。好，那它呢就是像这种粉状的，而且呢，相对它比较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味道。那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均质化跟未均质化的差别。对，你很聪明。1、2、3这个第3罐是我的实验组那我就要放在果汁机里面。我们要来实验看看它是怎么样，然后这个也要倒进去，向日葵倒进去，倒进去，它这个1000 cc 大概使用5克向日葵软磷脂。打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它倒出来。你看这个燕麦奶是不是好多了？你怎么看到？我看果汁机就已经看出来了，有没有很像？差很多，很像奶的感觉。先把它盖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一罐我要让它也是混合均匀，好，看最后沉淀的状况会怎样。好，计时开始。第一个是从未均质化过，从未混合过。第2个是用手人工混，第3个是加了向日葵软磷脂又拿去打。对，这是3个的对照图。
现在呢已经时间过了4分多钟。好，那你看中间这一层，我刚刚虽然混合过，可是呢明显已经发现分层。那可是第3瓶的话，你看它就没有。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喝咖啡、喝燕麦奶的时候，其实短短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它分层比较不好看，看起来也比较不可口。好，所以使用卵磷脂把它均质化是有这种作用。那卵磷脂吃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好处呢？哈，那对我们的肝脏脂肪肝的预防啊，还有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油，好把它去掉，好这些都有一些好处。好，那各位看到这个哈，这一层白色的这一层，其实呢就是我们刚刚在果汁机里面搅打以后所产生的奶泡。那它其实并不是分层，中间这一瓶越来越多了，摇晃过，越来越沉淀了。现在时间是7分钟。那这一瓶呢，因为放的时间更久了所以你看，你比较想要吃哪一瓶燕麦奶？这就是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卵磷脂乳化剂的概念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就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拜拜，拜拜。不是，我会介绍，但是我会先讲完我要讲的，我再介绍。